星进入狮子座了，今年末应该有很多新闻可以看到。来说说年底这波影响。火星进狮子呢，对于3个火象星座，太阳上升在狮子、白羊、射手，会蠢蠢欲动的非常明显。你们年底呢不折腾点新的事情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火星过来了嘛，你是控制不住的，你就会很有这种冲劲干劲，要去做点什么，就不需要他人鞭策或者是推动你，你自己就会要求自己，让自己干一番什么事情，去推动一个东西往前去走，去推动你的生活往新的方向去走。那2025年呢是3个火象星座为自己而活的年份，你们不会为了世俗的荣誉奖章而奋斗，就算你为了某个事业而拼搏，那也一定是因为这份事业它恰恰是白羊、狮子、射手你心中想做的，你渴望达成的，你很热爱的，你不做你不甘心的，你才会为之付出努力。而且呢，这一旦开始了努力之后，你就没有终点，你会不断的在这件事情上去挑战自己，去探究自己到底能够做到什么份上啊，就是别人都会觉得你们很惊讶。所以2025年火象星座经常有这种惊人之举，因为你们的价值观呢可能跟现有的或者是一些主流的价值观有所差别，也可能你的目光会很前瞻很独到，就是别人不容易懂你们，但是你们会懂自己，你们会去奔赴追逐自己想要的人生。那火星呢接下来会有2个时间段是停留在狮子座的，狮子座呢本身就跟这种出名啊、出圈啊、爆火啊、爆雷啊、名人啊等等有关，所以不仅仅是火象星座，对于所有人来说，火星在狮子座都是容易爆冲以及充满竞争、火力全开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名人、娱乐圈、网红圈啊，在火星狮子期间就要注意了啊。那是爆红呢，还是爆雷呢，还是爆恋情呢，还是爆一些问题呢？这就不一定了。所以各经纪公司也要把自己的艺人看紧一点，并且呢要押对宝，因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时间段是经过一轮新的这种咖位搏斗的啊。那么另外呢，如果有剧要上架，火星狮子呢这2个时间点也是竞争非常激烈、互相打架的一个时候，有实力的好剧好演员这个时候不一定能够脱颖而出，关键是要有话题，新闻的热度一定要够，博眼球，这个剧呢就容易随着话题而红，演员呢也很可能就会捧上去，而且它有点出其不意的，尤其是刚刚前面讲的3个火象星座，白羊、狮子、射手，还有一个水象的天蝎、风象的天秤，星盘日月申金火啊，这几颗星都包括在内去看。天蝎我粤语里面说过了，这个冬天只要能稳住的天蝎，好的接下来2-3年会非常好，甚至能够到达某个巅某峰的啊，就是只要你的身体健康能够保住不出问题，天蝎可以一路往上。而天秤呢主要是贵人人际很旺啊，贵人相助，可以一路的顺风往上走，或者说你能够找到靠山，能够找到新的一个出路和也可能是你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靠山，开启新的身份、新的路径，尤其是从事目前的工作、人前的工作、前端工作的天秤。那这5个星座呢都容易在火星狮子期间博得比较多的瞩目度啊，这个主要是从瞩目度的一个角度去看，因为狮子在意的就是瞩目度。当然也要注意，这个瞩目呢它不一定都是正向瞩目的，因为火星是有2面性的，也可能是容易惹一些非议啊，别人看到你了，但是看到你也觉得你让我很不爽啊，所以每个人是要看自己是沾的是一些正向的热还是负面的热。那对普通人而言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也是容易比以前更加有这种竞争心，能够出圈，能够涨粉，能够上热门，或者也可能会遇到这种争议非议和人的争吵比较多，因为火星呢会让我们把所有台面下的东西全部抬到台面上来，让我们不愿意去退让，不愿意压抑，更渴望活得真实更勇敢。之前可能是觉得说算了我不要再去计较了，现在觉得说凭什么算了，我要跟你来掰扯一下，或者说觉得我自己可以成为更厉害的人，我要彰显出自己的一个气势。那火星狮子呢对应的时间有2个，一个是今年的11月到1月6日，再就是明年的4月18日到6月16日，这2个时间如果来对比一下的话，后面这个时间是比较重要的，前面这个时间它是一个开启期，就是我们说弓上弦刀出鞘。那今年11月12月火星初次到狮子座的时候，就是弓上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有新的计划、新的转变，或者是一些事情有新的一些苗头，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铺垫，或者说有一些预兆的这个时间，而后面那个时间才是真正宝剑出匣耀光明的时间，能够破土而出，施展出浑身的解数，让众人看到自己的光芒和自己的力量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大家可以利用好这2个时间，在今年的11月、12月定下新的一些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一定是非常高调的，一定是你希望公开向所有人去展示的，然后努力4-5个月左右的时间，但下一次火星到狮子的时候，可能你就有力量让自己站在一个新的地方、新的高度、新的起点，那个时候会有更亮丽、更奢侈的风景等着你。太阳和上升摩羯座11月份我提醒的东西会多一点啊，那因为摩羯是很客观理性、接纳度也很高的星座，我就不做铺垫直入主题了。近期呢，摩羯的运稍微有一点点低迷，你可能也会感觉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坦白说就有点倒霉，有些事情怎么都想不明白，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很容易被误会、被针对、犯小人，或者是卷入到让你蛮难受的一些竞争，或者是职场人际关系里，比如说这个派那个派啊这种，或者是一些是非甚至是官非一些麻烦当中受牵连。所以呢11月份摩羯你不要太解释或者是太用力，因为你也解释不清，越努力呢也可能事与愿违，不如就放松一点。或者说有了摩羯也可能会表现在体弱体虚、身体睡眠的一种抱恙。因此啊11月摩羯肯定是不适合有什么大动作、大决定，
或者是太努力的啊，什么换工作啦、分手啊，这个时候不是很建议，就能撑着就尽量别换，别折腾，就多歇一歇，少消耗自己。当然，这个时候也不是说摩羯能够全部说了算了，那你就尽力吧啊。等到11月中下旬，吉星、金星12日进入到你们的星座，20日呢，冥王星离开你们的星座之后，摩羯会有一些可以扭转口碑、扭转他人对你的印象、扭转之前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局面的契机。不过呢，不能够去着急，这个新的契机走势相对来说它会慢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们还比较乱，就11月中下旬啊，摩羯周围会有2股甚至是多股的一个力量去共存，多派系也对应到多个事情、多个项目、多头的兼顾。那摩羯这个时候呢，是不能够一下子去理出全部的头绪的，或者说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好，面面俱到，你们很容易就是想东想西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一个主线任务，其他的你千万要往后放，不要野心那么大啊，不然摩羯会发现啊，你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重点。比如说你要宣传或者是汇报，你要是没有重点，别人都不知道你要宣传汇报什么东西，或者你可能是卖东西、销售东西、自我介绍啊，都要有一个主线产品、主要的一个角色，让别人清楚的知道摩羯你是要干嘛。所以呢，11月做事千万别一股脑往上堆，反而容易打水漂啊，或者是反响平平啊，让人对你的作品就毫无印象，就没有这个欲望。那11月中下旬呢，会有一个契机可以让摩羯去突出某一个重点，那这个时候摩羯就要抓住这个重点，不能够再像上旬一样啊，上旬就是有一点点，要么就全部停滞不敢，要么就是胡乱的做啊，把自己就熬疯啊，没有必要。摩羯你抓住你顶想做的、你顶喜欢的事情去开启，然后很多的一些东西呢是可以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去撬动的。每一个人每件事期都有他自己的周期，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节点，所以呢，你要允许不同的事情是在不同的一个时期当中去开花结果的，不要太着急，在一个时间想要去拼一个结果。那能够暂缓放平的一些人事关系，摩羯可以在11月尽量的搁置在意，等候再处理，你不要迎头的往上冲，你可以去称病啊、休息啊、躲起来啊，对你们会更好。那这也代表摩羯读书工作11月有想不明白、熬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去睡一觉，然后再继续。尤其是上旬啊，充足的睡眠也是摩羯力量的来源。那人际和感情方面呢，摩羯刚刚说了，容易卷入到人际是非当中。上旬呢，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因为没有什么推动力啊，那这个时候不如摆烂。而到了中下旬，一定会出现支持摩羯、看好你、认可你、鼓励你的这一派，或者是有一些机会是你可以去抓住的，那你就要去抓住这一派的人。那些其他的一种小人啊，或者是态度不明朗的人啊，你依然是不用理会的。如果摩羯要表达什么，你要对着喜欢你的人去说，不喜欢你的人、反对你的人不值得你花费力气，所以不要弄错重点。整月桃花呢是一般的，中下旬可能会有这种示好的对象，但是也没有到可交往的地步，可以等过完春节再说。有伴侣的注意一下关系当中的一个阻碍，刚说了感情运不算是太顺，尽量的去维持，真的维持不住那就随缘吧。因为摩羯呢，明年年中到下半年还有后年是有正缘正婚运的，所以呢感情不用愁，错过了后面有条件更好的，对你也更好的，彼此能够更契合、更匹配的人，所以呢不必在这一点上面去委屈自己。那要祝所有的摩羯座11月心如明镜，不惹尘埃，世间万物皆有定时，放宽心态，不忧不惧，好运啦！我是艾大范老师，用星座和心理学更好的引导自身生活，拜拜。